1年前的2月24日，普京借助演习的名义从白俄罗斯直接闪击乌克兰，由此拉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入侵战争。普京将这次行动称为特别军事行动。1年来战火不断持续，是欧洲自2战结束之后伤亡最大、损失最多、涉及国家最多的一次大规模冲突，甚至有人将其称为第2.5次世界大战。从这场战争开始以来，双方的伤亡数字就不断流出不同的版本。一方面是因为战场过长，战局变化激烈，同时也因为双方都在极力夸大对方的损失来掩盖真实的伤亡数字。对于这最能体现战争惨烈程度的数字，至今也没人能给出精准回答。战场上，出于战时保密和宣传的需要，交战双方通常不会透露士兵伤亡的真实情况。尽管一些国家可以通过卫星图像、武器受损状况，结合从各方获取的通信数据与发现敌情报告，大致可以评估出作战双方的损失。但所有计算都有估算的成分。今天火力军也结合交战双方、各国国防部分、第三方机构以及开源情报爱好者提供的数据，对俄乌前线的伤亡人数进行梳理和分析，推测一下俄军双方人数、装备以及军费等方面的数据。在俄罗斯，战时伤亡人数属于国家机密，泄密者最高会判处7年监禁。所以从战争爆发之后，俄军对前线人员的实际损失情况讳莫如深。鲜有的一次表态还是去年的9月21日，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披露的。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，俄军共有5937名将士阵亡，但很明显，火力军觉得他们虚报了。要知道，俄罗斯处于进攻方，这就需要投入远超乌克兰的军队，要不然难以在战场上形成优势。所以在绍伊古发布数据的同时，乌克兰这边来打脸了，给出了一组完全不同的数据，表示从2月24日之后，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累计消灭55110名俄军。无论是俄罗斯给的数据，还是乌克兰做出的打脸，显然应该都不是俄军真实伤亡，毕竟一个掩盖，一个夸大。BBC 俄罗斯服务处与俄独立媒体 Mediazona从这场战争开始就一直在合作调查统计俄军将士的具体死亡信息。截止今年的2月12日，两家媒体证实，至少有14093名俄军将士的具体死亡报告得到确认，其中包括4名陆军上将、1名海军上校、52名陆军上校、2名海军中校、129名陆军中校以及1名海军少校。不过，这两家媒体的统计相对比较保守，在研究了俄罗斯60个定居点的军人纪念碑以及墓地之后， BBC 推测统计的数据应该比俄军实际阵亡人数低了至少4到6成左右。按照这个比例推测，截至今年2月中旬，俄军的实际阵亡人数应该在3万人以上。同时，挪威国防部长推测，俄军伤亡人数应该为18万人。还有美军军官私下表示，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伤亡人数接近20万。那么，按照1:4的伤亡比例来说，这个比例是从俄罗斯2次车臣战争中统计的。俄罗斯方面的阵亡人数应该就在4万多人。按照英国的估计，俄罗斯在乌东地区每推进100米就会损失至少2000名士兵，而且从去年9月开始局部动员以后，俄罗斯士兵的伤亡水平不断增加。因为按照现代战争的标准，就死伤比例来说，俄罗斯的数值非常高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由于大量受伤士兵的医疗服务得不到保障。瓦格纳招募的囚犯兵伤亡人数更是高达5成。据估计，瓦格纳的伤亡人数超过3万人，约有9000人死亡，超过2万人受伤，有一半死亡发生在2022年12月中旬至今的时间里。至于乌克兰国防部宣称已经击毙了俄军13.4万人的数据，火力军这边是一个别的看法，那就是上面所说的俄军阵亡4万人，只是统计了俄罗斯的正规军，包括前面所说的2家媒体的数据，而战场上的俄军可是还包括国民军、瓦格纳雇佣军以及乌东武装力量，另外还有一些志愿者和乌东亲俄人员组成的民兵武装。这些数据俄罗斯应该并没有公开。想想瓦格纳在巴赫穆特打了大半年，考虑到各部队伤亡分布的不平均，这意味着战前的很多一线作战部队实际上已经被打空了。
因此，一些我们觉得在战场上失踪的俄军部队，很可能就是因为损失惨重，被迫退出了战场。当然，乌克兰公布的俄军有13.4万人，肯定会有虚报的成分，但在火力军推测来看，俄罗斯整体兵力阵亡人数是要超过4万人的，6、7万人也是有可能的。在互联网上，乌军阵亡情况有多种数字，从25万、96万一直到180万，每一个说的都有鼻子有眼的，就是都没有正经的数字开源。有所谓摩萨德情报数字，最后证明是俄罗斯一位博主编的；还有所谓美国国防部长宣布数字，根本找不到任何来源出处。可以想象到，这些都是某些人意淫出来的。说白了，这些人就是想看到乌克兰胜利，因为在他们眼中，俄罗斯战无不胜。如果俄军真是这样，怎么可能会在巴赫穆特打了7个月，在马林卡、在阿瓦迪夫卡打1年还无法夺取？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去年年底发布的总伤亡数字为13000人，而绍伊古在去年9月份宣称，当时乌军阵亡人数和战伤减员人员分别为61207人和49368人，乌克兰军队伤亡人数已超过10万人。能够看得出来，乌俄双方都对自己的伤亡数字讳莫如深。俄罗斯国防部尽管也会日更前线战况，但并未公开有关乌军伤亡总数的实时统计数据。少有的线索也只能从简报中部分战役乌军阵亡数据里面获得。在去年11月份，美国参谋长联盟会议主席表示，乌克兰大约有10万人的伤亡，而在今年1月份，挪威国防部长也肯定了这个数字。但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绍伊古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到，乌军在1月份至少损失了6500名士兵。如果以6500人的越军阵亡数估算9月下旬后乌军的兵力损失，加上绍伊古此前报告的乌军阵亡人数61207人，那么截止目前，乌军至少阵亡了9万人，这应该就是乌军损失的真实数字。再加上负伤人员，乌军伤亡人数加在一起应该在20万以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如今的乌克兰兵力短缺，在内部已经进行了多次动员，另外也为了春季决战积蓄力量。俄乌战场装备损失的最大特点就是有图有真相，几乎每一个被摧毁的主要装备，双方都会发布视频或者照片作为例证。毕竟俄军的苏34 S400雷达又或者是莫斯科号，所以这些视频或照片也让许多第三方开源情报平台有了用武之地。荷兰知名开源情报防务分析网站 Arispearcorp 的数据分析显示，在武器装备方面，俄罗斯损失更加不可估量，超过5000件大型装备被击伤摧毁，仅坦克损失数量就达到1748辆，其中1029辆被摧毁，82辆遭到损坏，89辆被遗弃，还有548辆被乌克兰方面俘获。英国智库认为，在去年年底，俄罗斯军队在役坦克数量已经从2927辆下降到1800辆，损失了近40%。另外还有大量的装甲车、步兵战车、火炮以及防空武器等，而这还没有加上空天军与海军的损失。在开战之初，乌军凭借单兵防空武器不知打下来多少架战机和直升机了，另外还用反舰导弹摧毁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。而乌军装备损失总数在3000件左右，其中1904件被摧毁，包括278辆坦克、178辆装甲战车、346辆步兵战车以及123辆装甲运兵车等。目前来看，不论是哪个方面的统计，被摧毁的主要装备坦克、装甲车、火炮、雷达、直升机、固定翼飞机等的数量都超过了 1.2 万件，一年的损失就超过了持续20年的越战或阿富汗战争。战争让俄罗斯的军费开始暴涨，在2021年的时候，俄罗斯的军费为659亿，而在2022年2月份开战以后，截止现在，俄罗斯已经花费了1000多亿美元的军费，国民经济损失更是达到3000亿美元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场战争正在掏空整个俄罗斯。综合多家网站所披露的信息，我们测算出俄乌战争1年来俄罗斯产生的战争经费多达1255亿美元，日均超过3.44亿美元。
其中最大项目的支出是日常军费。我们测算出，俄乌战争1年来，俄罗斯产生的战争经费多达1255亿美元，日均超过3.44亿美元。然后就是士兵培训以及阵亡抚恤金等。因为俄军在战场上的伤亡确实很大，再加上日常弹药消耗以及装备损失，还有后勤补给等方面，可以这样说，战争就是真正的吞金兽。从战争开始，西方国家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1500亿美元的援助，其中只有485亿美元是用在战场的，剩下更多的是人道救援。而乌克兰本身的军费开支在300亿美元，也就是说，乌克兰用785亿美元就在战场上死死挡住了俄罗斯，更别说485亿军事援助中还有不少没有到账。这还没考虑到乌克兰军事实力远比俄罗斯弱小的基本格局，在油气收入已经腰斩，月财政收入缩减到1.3万亿卢布，年估总收入不超过16万亿卢布的情况下，俄罗斯在今年还能拿出多少钱呢？不要忘了，俄罗斯的家底已经见底了，最多也就这么多钱了。如今在乌克兰这场棋盘上，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对抗已经处于下风了。西方国家想要帮助乌克兰取得胜利，又想凭借这场战争不断的削弱俄罗斯。很明显，这个目的基本达成了。现在俄罗斯在战场属于打又打不赢，撤又撤不走的状态。想要获胜，就意味着俄罗斯还要继续投入。显然，西方国家也会继续跟进，这会使俄乌冲突的烈度大幅度提升，甚至有俄罗斯和北西方开战的风险。若是俄罗斯加大投入还打不赢，那其面临的后果会更加严重。这场战争以什么样的场面结束，谁也说不定，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了，而是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冲突。在比拼战争潜力与战争投入，显然俄罗斯完全并不多，但西方是否愿意继续投入足够大的代价，在这场战争中消耗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所以这场战争结束的关键就是西方结束援助，或者俄罗斯被彻底拖垮。你们觉得呢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